这是一个没有字幕的外语视频。 It's a good question. I mean, what if we could figure out a way to travel? 这个是生成字幕后并且进行语音翻译的效果。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例如，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以光速旅行的方法，该怎么办？那么，如果我们能尽可能走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比以前走得更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易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款我私藏已久的开源神器，一个给视频全自动生成字幕、翻译字幕，并且还能重新配音的免费工具 VideoTrans。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在浏览器打开 VideoTrans， 在 GitHub 上的官网，也就是这个地址，往下拉，找到 Releases， 点击。这个版本目前在 GitHub 上只发布了补丁包，如果要下载完整版，可以点击这里进行下载，或者下载它的前一个版本。往下拉，这个就是 VideoTrans 的安装包，点击即可下载。这就在下载了。下载成功后，我们把它进行解压。解压后，把它放到纯英文的目录下，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。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夹，点击 sp.exe。这个提示是因为作者没有申请数字签名，没关系，我们点击更多信息。然后点击人要运行即可。这个就是 VideoTrans 的操作界面。如果遇到权限问题，可以右键用管理员权限打开。VideoTrans 的功能非常强大。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深入外语视频，没有字幕，语言也听不懂，你希望一键给这个视频生成字幕文件，把字幕翻译成中文，然后再合成中文配音，最终导出一个带有中文字幕，并且把说话的声音也变成中文的完整视频。直接使用这个自定义视频翻译即可。这是软件最核心的模块，我们从上到下看。比如，这个是我要处理的深入视频，先在这里选择要处理的视频，选择后，这里就会出现一个视频。如果要批量处理多个视频，那就把这个文件夹勾选上，然后选择视频所在文件夹即可。文件夹中的视频不会显示出来，选择文件夹后，这里会显示处理的视频数量。取消文件夹勾选，又变成了选择单个视频。如果你处理过一个视频，软件会保存一些缓存文件，下次再处理同一个视频，会直接使用缓存。勾选此项就会强制软件重新进行所有步骤，而不会使用旧的缓存文件。在这里设置处理完成的视频保存的位置，我们把它保存在桌面。这一行主要是字幕翻译设置，翻译渠道这里选择用哪个翻译引擎，它支持非常多的渠道，包括谷歌、微软等免费翻译引擎，以及像 DeepL、ChatGPT、Gemini 这样的高级 AI 翻译引擎。点击翻译设置，可以填写这些翻译引擎的 API key 来进行对接。后面标注免费的，则不需要填写，直接就可以使用。默认用的是谷歌翻译。发音语言是指视频的原始语言，比如我这个视频是英文的，那就选择英语。我想把它翻译成中文，那就把目标语言设置成中文即可。这行是给翻译后的字幕进行配音的设置内容。配音渠道这里可以选择用哪个 TTS 引擎来生成配音。默认的爱极 TTS 就非常好，它直接调用微软爱极浏览器的语音引擎，效果自然，而且完全免费，不需要额外配置。你也可以选择 OpenAI TTS、ElevenLabs 这些更加高级的配音渠道，或者使用声音克隆，把它转换成视频中人物原本的声音，或者你自己的声音。不过需要额外的配置，我们后面细说。选择了配音渠道后，这里会出现可用的声音选项，这是 Edge TTS 下的声音，比如粤语、普通话。
和台湾音。点击可以试听。你好啊，我親愛的朋友，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美好愉快的。普通话。你好啊，我亲愛的朋友，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美好愉快的。台湾。你好啊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美好愉快的。音色质量都还挺不错哦。第三行主要是把视频语音转换为字幕的设置，语音识别中也加入了非常多的模型。FastVisual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语音识别模型，这里标注了本地，说明它是在你的电脑上直接运行的，速度会快很多，而且保护隐私。Visible 下有很多模型，模型越大，识别越精准，但对电脑配置要求也越高，速度越慢。这里建议选择 Large V3 Turbo。你也可以在这里导入已经制作好的字幕文件，跳过通过语音识别生成字幕的步骤，不使用导入的字幕，可以把导入的字幕内容删掉即可。执行时，它就会自动生成字幕。同步对齐，主要把翻译后的语音和原视频画面进行对齐。比如同一句话，不同语言下发音时长会有所差异。比如谢谢，用英文 Thank you very much。用日语表达则是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翻译后的语音时长会变得不一样。勾选配音加速，可以让软件自动加速或减速配音，使配音时长尽量与原视频的说话时长对齐。如果配音后时长比原视频长，勾选视频慢速，会稍微放慢视频画面来匹配配音。字幕嵌入这个非常重要，选择不添加字幕，它就会生成一个独立的 SRT 字幕文件。播放视频时要同时打开字幕文件，才能在视频中看到字幕。如果你需要做视频剪辑或者二创，建议选择这个。选择硬字幕，则是把字幕内容和画面完全压制到视频画面里，变成视频的一部分。任何设备播放都能看到字幕。如果你要把翻译后的视频直接发布到 B 站或其他平台，建议选择硬字幕。选择软字幕也是把字幕封装到视频文件中，但它与视频是分离的，作为一个独立的字幕轨道存在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，在播放器中自由选择显示或隐藏字幕。如果你是制作电影、电视剧，可以选择软字幕，这种方式非常灵活，后续可以随时替换掉这个字幕，而不损伤原视频。选择双语，则是把视频原字幕和翻译后的字幕同步显示在画面中。这里可以设置每行字幕显示的最多字数，非中日韩字幕则在这里进行设置。这部分主要用来优化最终的音视频效果。勾选保留原始背景音，软件会尝试去除原视频的人声，保留背景音乐和音效，然后把你新生成的配音叠加上去。你也可以不保留原始背景音，点击这里，直接添加一个全新的背景音乐。在这里可以设置背景音的音量大小和是否循环播放。当软件完成语音识别和翻译后，字幕内容会显示在这里。设置好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执行了。如果你的电脑是 N 卡，并且安装了 Coda 环境，一定要勾选这个，它可以大大加快视频处理和语音识别的速度。点击开始，软件就会按照你的全部设置开始全自动处理。这里报错了，我们来看看，这是因为系统默认没有把模型下载下来。第一次使用，我们需要先把这些模型下载到本地。比如我这里用的是 Large V3 Turbo， 那我就在官网找到这个语音识别模型，然后找到 Large V3 Turbo， 点击即可下载。如果你选的是 OpenAI-Whisper 或者其他语言识别引擎，往下拉，对应的模型文件也是在这里进行下载。下载成功后，我们把它进行解压。打开文件夹，注意哦，复制这个名字的文件夹，然后打开这个 Radeon Trans 的项目文件，
找到 Models 文件夹，把它粘贴进来即可。接着回到项目文件，勾选清理已生成的文件，然后再次点击重新开始。这次就没有报错了。字幕已经生成成功，目前正在等待翻译字幕。我们可以点击暂停，先检查一下这边的字幕识别是否准确，有不对的地方可以直接在这里修改。检查无误后，点击继续下一步。这就翻译成功了。我们可以继续点击暂停，检查翻译后的字幕，还能单独给每条字幕分配不同的配音角色，选择要修改的配音内容，然后切换角色，点击应用即可切换成功。检查完成后，继续点击下一步，进行语音合成。OK， 这里显示正在给视频配音，声音和画面对齐。OK， 处理完成。点击这里，可以直接打开处理后的文件保存的路径。这里一共生成了7个文件。这个 MP4 是我们处理后的最终效果视频。例如，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以光速旅行的方法，该怎么办？那么，如果我们能尽可能走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比以前走得更远。背景音替换成了我们自己上传的背景，配音也变成了中文。这个是我们原始视频中提取出来的音轨，我们来听听。It's a good question. I mean, what if we could figure out a way to travel with the speed of light, for example? 原始音是英文，背景音也不一样。这种 SRT 结尾的是字幕文件， EN 代表英文，双代表双语字幕文件， ZH-CN 则代表中文。这两个是对应的音频文件，这个是英文版的，这个是中文的。这个效果你们会打几分呢？我猜应该不会太高，因为这个配音和原视频的人物音色差太多了。那如何用原视频的人物声音来进行配音呢？这个有点复杂，不过别担心，大家跟着我一步步操作。在操作之前，你们必须要先看这个视频，学会声音克隆。这是我使用 GPT Service 克隆后的声音效果。你猜我现在是谁？想知道怎么让我说出这些话的吗？我才不会告诉你，只要几秒就可以实现。这项技术非常强大，你可以用它来高谈阔论，做最棒的演讲。他说的没错，用此法可不露真身，论道于四海，当真是稳妥。现在你已经学会了 GPT Service 这个工具。这个是 GPT Service 项目文件，打开，不需要安装，直接双击这个 BIP 文件就可以直接使用。我们今天不直接使用它，而是把它对接到 Video Trans。首先启动 GPT Service 的 API 服务，在这个项目的根目录下，进入地址栏，输入 CMD， 回车，然后在命令行中输入这条命令，回车。出现这串内容，就说明 GPT Service 服务已经启动成功了。这时 Video Trans 就可以直接使用 GPT Service 中的声音来给视频配音啦。但是第一次使用，我们需要先把这两个工具进行对接，复制这个地址，然后在 Video Trans 中找到 TTS 设置，打开 GPT Service TTS， 把刚刚复制的地址粘贴到这里，在这里填写参考音频。看过 GPT Service 这期视频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我们当时训练了派蒙和韩立的声音模型，这些是训练好的模型文件。Output 下的 SlideShare 文件夹中的这些都是系统生成的切片文件。这个是韩立的，这个是派蒙的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演示的这个视频的人物声音模型。我们在这3个文件夹中各复制一条5秒左右的配音文件，把它放到 GPT Service 项目的根目录下。
也就是和这个文件同一位置。派蒙的也取一条，这个人物的也取一条，然后给他们重命名。这个是韩立的，我们重命名为韩立。这个是派蒙，这个是视频人物。重命名后，把文件名和后缀一起复制。OK， 接下来再打开 Video Trans， 在这里进行粘贴，输入井号。我们听一下这句话说的是什么。 It's a good question. I mean, what if we could figure out a way to travel? OK， 在对应的模型文件中找到它的打标文件，用记事本打开。刚刚说的应该是这句，我们把它也进行复制，然后在这里进行粘贴，再输入井号。这个是英文的，则输入 EN， 如果是中文，则输入 ZH 即可。JA 表示日语， KO 表示韩语，其他两个声音也是一样的。回车，粘贴。经此变故，黄蜂谷是回不去了。晚辈这个是中文，输入 ZH。你好啊，我是派蒙，不可以。点击测试 API， 你好啊，我的朋友。没有报错，说明配置成功。点击保存。接下来我们重新给视频进行配音。点击字幕多角色配音，点击选择要配音的字幕文件。先把人物 A 的台词都勾选上，然后给它分配一个角色。这里角色还没有加载进来，那我们先选择字幕语言。这个是中文简体，那就在这里选择中文简。配音渠道选择 GPT Service， 现在就可以选择了。点击可以试听每个人物的声音。你好啊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美好愉快的。你好啊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美好愉快的。你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美好愉快的。我们给人物 A 使用韩立的配音，点击确认分配，这些台词就会使用韩立的声音。然后继续分配人物 B 的台词，选择派蒙，点击确认分配，这些台词就会用派蒙的声音来进行配音。这些没勾选过的依然显示未分配角色。如果你不想一一设置，可以在默认角色这里给它统一指定一个配音。配置好后，勾选保存到原始位置，合成后的文件会放到和这个字幕文件相同的目录下。点击开始，这就在开始配音了。OK， 执行成功。这个和字幕文件相同的 WAV 格式的文件，就是我们刚刚合成的音频文件。我们播放一下。例如，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以光速旅行的方法，该怎么办？那么，如果我们能尽可能走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比以前走得更远。
当您从星系中退出时，它将是一个广阔开放、非常黑暗的空间。您不会再看到地球了，这只是最微小、最蓝的点。起初这有点寂寞，您只是一切的一部分。这个就是最终的效果啦。我们用完整功能重新给这个原片输出一条中文版视频。配音渠道选择 GPT Service， 这次我只选择中文字幕试试。背景音就不换了，还是用原视频的背景音。开始处理。OK， 处理成功。我们打开原视频和处理后的视频进行对比。It's a good question. I mean, what if we could figure out a way? 这个是没有字幕的。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这里显示了中文字幕，声音也变成了中文。例如，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以光速旅行的方法，该怎么办？那么，如果我们能尽可能走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比以前走得更远。现在这个效果，你能打几分呢？如果你不打算执行所有步骤，也不用配音，只需要生成字幕，以及把生成的字幕翻译成中文或其他语言，直接在识别字幕并翻译这里操作就行。填写的参数和自定义翻译是一样的。如果你只需要其他某些操作，使用下面这些功能即可。如果软件用久了，或者遇到什么奇怪的问题，来这里一键清理，让它恢复到最佳状态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是小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